人家淑荣心软，什么时候都知道给别人留一条退路。他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再去欺负他，有必要吗？雪上加霜就那么有意思吗？是我欺负他吗？他欺负我的时候，你眼睛瞎了吗？每一次我跟牛淑荣的事儿，你不是都站在他那边帮他来欺负我吗？有意思吗？我现在结婚了，你还对我这样？坏蛋，不许你欺负我妈妈！坏蛋，我不许你欺负我妈妈！你给我滚！干什么呢？你这，松开，把手。哎，牛正，牛正，快起来！齐伟，你看看你把孩子弄成什么样了！好了，来，趁热吃啊。妈妈，他呢？管他干嘛？咱们俩吃啊。嗯。头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你看这么摇都没事了。哎，你别晃了，别晃了，你把脑袋摇坏了怎么办？妈妈相信你不疼了啊。妈妈，他总欺负你吗？也有人欺负妈妈。妈妈，以后他再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学校里我能保护齐生男，那我也能保护妈妈。妈妈相信，咱们家牛真啊是个男子汉。就是我要回姑姑家了，妈妈受欺负，我就不能马上跑回来了。是妈妈不好，以后咱不回姑姑家了啊。行。快趁热吃啊！妈妈也吃，妈妈也吃，来，干杯！被他妈妈接走了。今天他来学校，看见他的头破了。头破了？他这里贴了一块纱布。那你有问他头是怎么破的吗？他说为了保护妈妈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！姑姑，牛真的头是怎么回事？牛真的头怎么回事都不关你的事儿。你们的事是跟我没有关系，可是伤害到牛正就跟我有关，我还要管到底。你算了吧，牛正是我儿子，要管也是我管，他哪轮得着你啊？牛正也是我的侄子。牛淑荣，你别骗自己了，你少在这儿借题发挥。你跟齐伟已经离婚了，你还想利用我儿子来报复我？难道你害死我一个孩子还不够啊？你真是一批！跟姑姑走。不许走，这是你家。牛正，跟姑姑走。牛正，闹吧，牛正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拽孩子。刘正，你自己说你愿意跟谁走？要是没有你，我就跟妈妈在一起。小梅，你放开他，让他跟他姑走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么站着孩子有什么用啊？能解决哪一个问题呀？你光逼孩子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你能不能现在站在孩子立场想想问题啊？是我在逼孩子吗？还是你们在逼我呀？牛真是我的孩子，
谁都不许把他带走！你们都疯了吧？凭什么？刘志荣！我告诉你，谁都不许带走刘正，谁都不可以！好了，开得起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比过年还厉害。那当然了，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咱们呀得好好庆祝一下。来，庆祝牛真回家了！来，快！干杯！牛真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在咱们自己家，不是在姑姑家。你想吃什么，就尽管吃啊！来吧。牛真，叔叔喜欢吃这个胡萝卜呢，咱们就给他吃啊。这个木耳也很有营养，也给叔叔吃啊。啊，乖，吃吧吃吧。来，这个想不想吃？来，都是你的啊。来。总算睡了。他是你专门找回家来跟我作对的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孩子这么大点时候，你不能由着他，你得管。你这么对他，那是害他，那将来会坏了他的。那我自己儿子，我怎么疼都不过分。管孩子也是疼他。你要是不管，我来管。好啊，终于有人帮我管儿子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都交给你管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睡觉。哎，等会儿。我睡好了。
妈，你回来啦！子博舅舅真厉害，快赶上我们老师了。那你跟子博舅舅好好学习啊。好。叔叔，我让盛楠先吃了，我等你回来，咱俩一块儿吃。啊，我吃过了，那我把菜给你热热。叔叔，你知道我今天碰见谁了吗？魏然和刘莹。是吗？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魏然呢，现在可真是大老板，派头十足。我早就知道这小子是当老板的材料，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好。你要是当时跟他们一块去上海啊，现在你也差不多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。要是魏然不介意，还想让你回去帮他呢。他们找过你了？这不重要，子博哥，人这一辈子能有这样的朋友挺难得的。就算你不是为了他，也应该为了你自己啊。叔叔，你别劝我，我想活成什么样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。我认识的赵子博，他不是现在这样的，他是每天可以在家看图纸、看我不懂那些软件看半天的人，而不是现在像你这样。你知道吗，子博哥？我看着你这样，我心里特别内疚。淑荣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没有任何人勉强我，我心甘情愿。可我不想看见你现在这样。哎呀，淑荣，你以为我真的只是空调安装工啊？是，我现在是不玩电脑元件了。后来我还说研究出点眉目再告诉你，那就是我现在又开始玩上软件设计、程序开发，你懂吗？那可比电脑元件好玩多了，对我来说。还不是跟电脑有关吗？你就回去帮魏然嘛。你想想，我真回魏然那儿了，每天开会、出差、应酬，我得多忙啊！那万一你病了怎么办？你遇上坏人了怎么办？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人家。打不过我，好歹能替你挨两下吧。子博哥，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过得比我好。哎呦，淑荣，你说什么叫好日子？这人得活得顺心吧。我现在就活得顺心，我要真能一辈子活成我现在这样，那我得多高兴啊！行吧，我也劝不动你，你自己高兴，过得开心就好。还是你理解我，吃饭。你坐那吧，那就好。我看差不多吧，到这吧。还有一段。哎，这到这了，差不多了。怎么了？我自己走过去能行，我自己不是还没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是怕？近，我走过去就行了。你是怕遇上新梅啊？我跟你说，淑荣，咱俩现在光明正大，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。赵新梅要不高兴，让她不高兴，就甭搭理啊。不是，我主要是怕别人看到了说闲话不好。行，那我晚上下班再来接你。嗯，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怎么了？我亲眼看到有个男的骑自行车带着淑荣。真假的？谁呀？淑荣。哎呦，那个男的长什么样？对呀，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呀？个儿这么高，有1.8米吧？小背头，小背头，你的白马王子也长那样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在聊什么呢？哟，真看不出来啊！恋爱中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！别瞎说啊，都干活去吧。太说了。哎，子博，走了。哎，大子博，今天这么准时下班啊？爸，你不是爸让我回趟家吗？我这个，你干嘛来了？那咱们正好一道，走吧。走啊！
突然间想起来，我晚上还有事儿呢。有什么事儿啊？不是老三嘛，让我晚上去他们家拿东西，我得拿东西，拿完东西回家，你跟爸说一声啊。啊，不用，我今天没什么事儿，跟你一块儿吧。走。不，你去干嘛去啊？啊，我怎么就不能去呀？你们聊你们的，我在外边等呗。我跟老三不得吃顿饭，我还得喝2杯呢。站着，约老三我不认识呀。啊，喝酒一块喝得了，刚好可以叙叙旧。好，我现在就是要去接淑荣。你早说不就得了，装着多辛苦啊！我又不是要故意瞒着你，淑荣也想缓缓再跟大家说。你算了吧，是你着急了吧？你怕过2天牛淑荣就不承认你了吧？哥，这么多年你跟着牛淑荣屁股后转悠，你落着什么好处了？他用得着你的时候呢，就用你，连句谢谢都没有；他用不着你的时候呢，好几天都想不起来有你这么个人吧？那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说错什么了啊？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这么反对我跟淑荣在一起？按道理，我跟淑荣要是在一起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就没有人抢你的旗尾啊！哥，你真把我当白眼狼了？这么多年，你为牛淑荣犯下的傻，我是实在看不下去。人人都说他牛淑荣简单善良，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纯净，可是只有我赵新梅知道他是什么，他就是扮猪吃老虎。这么多年，我吃他的亏吃的还少吗？啊！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哥哥，我唯一的哥哥也折在他手里。你为他失去的不多吗？你我愿意，能吃淑荣的亏，我高兴。有亏吃，那说明我对淑荣我是有用的人。还有，你和齐伟在一起了，我再不支持，只要你幸福、快乐、高兴，我没反对吧？怎么到了我跟淑荣这儿，你就不能换位思考？你体谅体谅我们，你体谅体谅你哥我。都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跟淑荣，我容易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齐伟，我们是可以携手并肩向前走的人。你跟牛淑荣呢？啊，他只会拖你的后腿，阻碍你继续向前发展的脚步。我那天在马路上，我看到魏然了，他现在可好了，他有专职司机，有人专门给他开车门。本来这个意气风发的人应该是你的赵子博。新梅，你真的没有淑荣理解我。对，你跟他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我跟你不是一家人，是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着什么急啊？别问了，快走，真是。啊，去。淑荣报警了啊！是不是心里挺难受的？有意思吗？齐伟，你就是心里有鬼！你等我呀！你太不了解你妹妹了，这是她故意设的一个局，她故意让齐磊看到我跟你在一起。他们都已经结婚了，他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不是新梅，不至于吧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是我想的不够周全。再怎么说，她都是你妹妹，你向着她是应该的。看你说的，她再是我妹妹，我也不是黑白不分的人。齐伟。
喊你都喊不住是吧？就让自己跑回家不管我是吧？你自己非得让我去接你，你先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当然得让你来接我啦！我需要帮忙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应该找自己的老公啊！你需要我帮忙去拿那袋破布头是吗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就是个借口。你还真猜对了，还真就是个借口。哎呦，你看到牛淑荣被我哥赵子博接走的时候，是不是心里特别难受，特别的堵啊？别发神经啊！要不是你跟牛淑荣眉来眼去、藕断丝连的，我会发神经吗？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跟我说一声啊！哎，牛真，你鬼鬼祟祟干嘛？你过来！笑什么笑？你过来！你这伤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又是齐生南给你捏的？妈妈，我们真是闹着玩的，一点儿也不疼。你缺不缺心眼儿啊？都让人捏成这样了，你还觉得不疼啊？你们大的小的，一个两个全护着他呢。你爸给护着牛淑荣，你护着牛淑荣他闺女，就你妈里外不是人是吧？怎么做都错是吧？牛正，你是妈妈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妈妈不许你让任何人欺负，知不知道？不许让齐胜男再捏你了。他们全家都欺负我们，我们再也不许让他们欺负咱们了，知不知道？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还有哪被伤着了？啊？又犯病了。把药吃了。你别管我。听话，把药吃了。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别跟自己身体过不去。我不吃，我病死了活该。我病死了，你就可以跟别人过日子了。你把药吃了。哎，你把身体养好，养好了身体，你再冲我发火，有什么气你都冲我撒，好不好？我保证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乖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把药吃了，来喝口水。这才乖嘛！来来来，捂上捂上捂上。老了都像个小孩了。行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刚才摔门就走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是也一步都没离开过吗？
不生气了，啊？那你答应我，你以后不许抛下我不管了，不许一声不吭就走出去。我有话跟你说。赵新梅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看见我跟赵子博在一起，可是你把齐伟叫来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齐伟来接我的，我一个人抱那么大一堆东西，我抱不动。你不要再搞这种幼稚的把戏了。就算你把齐伟叫来，恶心着我们，你自己就好受了吗？你还真说对了，只要你不好受，我就好受了。我找你出来不是要跟你吵架的，我们也吵了这么多年，早该腻了。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比什么都强。你俩还在这闲聊天，学校来电话，齐胜男和牛真打起来了。什么？这怎么了？怎么弄的？牛真打我，你都打我那么多次了，我打几次怎么了？闭嘴！打人你还有理了？哎，王老师，你这么说就有点不对了吧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怎么能只批评我们家牛真呢？你看他脸伤的。我还要批评你们家大人，你们一天到晚就知道挣钱，不教育孩子，这还怎么行？你看，齐胜男的头都被打破了，这要伤到脑子，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！我听说你们两家还是亲戚，有什么深仇大怨？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？牛真，你告诉姑姑，你为什么要打胜男？他都打我好多次了，我才不是我爸那种软柿子的。我是跟你闹着玩的，才不是！你妈欺负我妈，你还欺负我，我们一家都得让你们家欺负着。我要替我妈报仇，我一定要还回去。牛真，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？我妈我什么时候这么跟你说的？昨天晚上。赵新梅，你真的以为我不敢跟你争了是不是？现在你竟然欺负到孩子头上了！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们家齐胜男白白打了我们家牛真那么多次，他还一次手怎么了？胜男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太软弱了，别人才会敢这样欺负你的。妈妈跟你保证，以后不会有人敢这样欺负你，任何人都不行。我们走。打得好，就是不许让人欺负。妈妈，牛真说的是真的吗？是舅妈？她不是你舅妈。啊，那是我前舅妈让她打我的。可是她说，她是为了舅妈，不是，是前舅妈报仇。这到底是怎么？我们以后不要跟牛真玩好不好？可是她跟我是好朋友啊，她以前让着我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让你不要跟他玩，你听不懂吗？你也喜欢被他们家里人欺负啊？宝贝，对不起，妈妈不是故意要凶你的。你说牛真这孩子怎么回事？平常不是挺老实的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得找时间好好教育教育。子博哥，我们结婚吧。叔叔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结婚好不好？叔叔，哎呀，那简直太好了！那应该我跟你求婚，怎么反过来了呢？
牛淑荣，你现在主动跟赵子博结婚，你打的是什么算盘？恋爱结婚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正常个屁！你别想利用我哥来报复。我这是跟你学的。你就不怕我告诉我哥啊？那就要看他选择相信谁了。牛淑荣，你很奇怪，你前几天还来跟我讲和的吧？那是在你让牛真打胜男之前。我没有。你别以为我怕你。你可以不怕我，因为我还没有让齐伟看到胜男被打的样子。淑荣，厂长找你。牛真，牛真，我还没写完作业呢。牛真，你别写作业了，听妈妈讲话比较重要。你先过来，来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齐叔叔今天晚上去你姑姑家了，和盛楠他们一块吃饭呢。吃呗。你怎么那么没心眼儿啊？你想啊，你齐叔叔看见盛楠，他肯定要问盛楠的头是怎么打破的，对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到时候就说是齐盛楠的头是谁打破的？滚！说话。哎，你好好说话，你别把孩子给吓到啊！这么大点孩子，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啊？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小孩子能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？那不就是打着打着闹着玩，手没青没皱？闹着玩抠眼珠子是吗？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你行了啊，齐伟啊，你别在这逼孩子了。说话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他不给我抄作业。他不给你抄作业，你就下这么狠的手吗？啊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你好了啊，齐伟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牛真骂也骂了，吼也吼了，你吼完他，齐盛楠的头就能好了。牛真又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你跟他讲道理，他能听明白，用不着你把他吼哭。你就知道护着你们家齐盛楠，我就不心疼我们家牛真啊！盛楠，盛楠，盛楠，哎呦，盛楠，看见子博舅舅怎么不高兴啊？这几个星期妈妈都不来接我，她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你看，妈妈不是工作忙吗？妈妈忙完工作，天天来接你，好不好？真的？舅舅跟你保证。盛楠，走，舅舅带你吃好吃的面条去。走。哎呀，扶好了啊，扶着，坐好了。淑荣，这班咱加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快了。这么大个工厂就没人替你分担一下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是，你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你也得替孩子想想吧。为了工作连孩子都不管了，这值吗？今天我去接盛楠，他问我你是不是不要他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。怎么了，淑荣？别哭，别哭，是我说什么了吗？怎么了？我很累，我真的很累，我太累了，我累。
这工作要这么累，咱就可以不干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赢，我一定要赢赵新梅。她平时欺负我就算了，她居然欺负到盛南头上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不是，那这跟赢赵新梅有什么关系啊？厂长跟我说，他要升赵新梅当副主任，跟我一起干一个活。我知道他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，我就跟厂长说，我可以的，我必须行，我绝对不会给他机会的。我就算是累死了，我要把这个活给干好了。医生说，孩子刚睡着了，医生说退了烧就没事了。行，那他输完液，你把他送回去啊，我回厂里去了啊。哎，住手！盛南是你女儿，你就这么扔下她不管了？就这最后几天了，你帮我担这一点成吗？算我求求你了。不是，你是中了什么邪了？真是想不到，淑荣为了这么个机会，竟然变成这样。真是卑鄙无耻，不要脸！你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厂长。哎，新梅，你这么晚了去厂长家算怎么回事？明天再说吧。啊。去死！淑荣，淑荣，你醒醒！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啊？现在几点了8点了。你昨晚没回去啊？哎，糟了糟了，我这个剧本还没弄完呢。哎，怎么办？哎，走了走了走。厂长，对不起啊，厂长，你看这个，我拿来了衣服。你怎么才来？这都几点了？招标会都结束了，人都走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昨天弄得太晚了。你这是理由吗？人家外国公司能听你这个理由吗？这么大一个订单，我全厂就指这个订单翻身的，就因为你一个人，刘淑荣，白白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的服装厂。厂长，对不起，我愿意接受厂里给我的任何惩罚。惩罚是目的吗？报告厂长。我知道牛淑荣这次失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。什么？他一个人独揽了所有的工作，就是不想让我当副主任。他这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工作之上，公报私仇，以公谋私。牛淑荣，当初你跟我说你自己扛得下来，是这个原因。
不是的，就是。你就是这么跟我哥说的。你现在当着厂长的面，你就不认了？你不是挺牛的吗？敢做就敢认。是赵子博跟你说的？对啊。当初是谁扬着脑袋跟我说，倒要看子博相信谁的。现在被打脸了，滋味不好受了吧？赵子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这是在帮你。帮我？你是在帮你妹妹吧？我知道这么做你肯定会生气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淑荣，你都变成什么样了？你还是我认识牛淑荣吗？你走火入魔了！你别给你自己找借口好不好？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孩子病了，你不管不顾，就是为了跟赵新梅争。之前你最看不起赵新梅这一点，可现在你呢，还不如赵新梅呢。孩子发烧了，你能不管？淑荣，你好好想想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如果你跟我在一起，如果你跟我要结婚，只是为了想赢过赵新梅，这一定不是我想要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分手？哎，你说说看你为了赵新梅那个女人，你觉得你值得吗？哎，不行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替你报仇。不用。怎么就这么算了？他把你害得多惨啊！要是我呀，我扒了他一层皮不可。这么多年啊，赵新梅，她就是愿意跟我争。我不跟赵子博在一块儿吧，他就每天嘀咕；我跟他在一块儿吧，他就说我耽误赵子博。这些都没事儿，我都能忍，真的我都能忍。你是没有看到，我们家盛楠啊，头都让牛整给打破了，这个我就忍不了了。他还是个孩子呀，怎么？他们一家欺负我就算了，连我的女儿，我女儿也要让他欺负吗？这欺负到姥姥家了，这！我告诉你牛叔，你一定要报仇，不然他以为你喜欢这种感受呢。所以我就报复他，我报复他，我就是让齐磊看看。他闺女的头被打成什么样了？厂长不是要提拔他吗？我就给拦下来，我就不告诉他。他不是不愿意我跟赵子博好吗？我就跟赵子博说，我愿意跟他结婚，我愿意跟赵子博结婚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得到什么了呀？我女儿发着高烧的时候，我在干什么？赵子博他跟我说，我觉得他在帮赵新梅，我觉得他在帮赵新梅，根本就不为我着想。结果呢？厂里甚至什么都没我什么事儿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就把自己的人生过成这样了呢？我这一辈子，不是赵新梅跟我争，她就是在跟我斗。我就发现，我就和她陷在一个死胡同里边出不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不干了，我不跟她玩了还不行吗？我就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芳芳，我不想跟他斗了。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来，干杯！
进来。厂长，我要辞职。哎呀，这家还这么贵，油爆鱼那个油不要钱是吧？放那么多，而且不知道炸过多少道。哎，齁得慌！你啰嗦完了没有啊？咱们下回不来这家了，好吗？绝对不再来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是，回家吧。哎呀，回什么家呀？饭后百步走，能活99，你就陪我逛逛，消消食儿呗。瞎逛什么呀？喜欢啊？谁说我喜欢了？肯定特贵，都不知道贵在哪儿。哎，来，今天第一天做生意，看有没有喜欢的呀？今天第一天做生意啊，看上的都有折扣啊！啊，大姐，您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？你看这衣服款式都是最新的。哦，衣服不行了，来看看这个。哦，这个也不行。我还有一条裤子，您看看，我觉得您穿这个肯定特别好看，显瘦。来，您看看，是不是？比划说，这肯定好看。多少钱？这个第一天开张我就算您那个50块钱，看怎么样？这款都几年前的了，10块差不多。这质量我10块钱我真卖不了。不要啊，要不再看一看吧。来，刘淑荣。走吧。走什么呀？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，打个招呼呗。哎呀，你不是不愿意跟他打交道吗？打什么招呼？那他现在也挺可怜的，你看看能不能买1、2件衣服帮帮他。淑荣，亏你做了这么多年服装厂主任，这料子的好坏你也分不清楚啊！就这样质量，很难卖出去的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一个人出来单干呢是比较辛苦的。也是，你脾气太犟了，当初厂长也没有让你走的意思，你偏要走。你要是现在还留在厂里，好歹是个主任，也不用出来受这样的委屈。要不我回去帮你跟厂长求求情，让你回来算了。不用了。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呀？饿了吧？这是我们刚才从饭馆打包的肉饼，还热着呢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吃点吧。小梅。小梅，我这也是一番好意啊，这肉饼还是你爱吃的。啊，新梅，不用了，我给淑荣带饭。赵子博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那行，你们先聊。我舞厅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。舞厅不有于老三吗？你是不是打算就不理我了？我以为是你不想理我了。你从服装厂辞职，包括干小买卖，可都没告诉我。你也没问我呀。是不是还因为之前的事恨我？没有，我反倒挺感谢你的。感谢我？要不是你啊，要不是你的话点醒我，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。真好，淑荣，你没变，你还是之前那个淑荣。那咱们还是朋友吗？你要干嘛？你要跟我绝交啊？
当然不是了，我要跟你绝交，还能给你送饭吃。那不就得了？哎，今天这菜不够吃啊。是吗？哎，那明天我给你做点你爱吃的那些。对呀，你饭得多弄一点儿，最近特别容易饿。回去了。哎，哎，你快点儿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走吧。这女的你的谁呀？他俩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，晶晶嘛。哎，什么普通朋友？普通朋友一块回家呀？多长时间了？晶晶啊，我记得你说你家在外地，那你住校的话，可以天天往外跑吗？我住我姑姑家。以后别再这么晚出来了，早几个小时回家，路上安全得多。你不喜欢跟我一块走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姑姑不在海城，我住校。那你每天往外跑，何必呢？你是真的不明白吗？我每天大晚上的跑回来，再跑回学校，翻墙回去，就是为了跟你走这一段。我每天都在盼这个时候。齐伟，我喜欢你。姑娘，我已经结婚了。行了，这话就说到这儿吧。我当你没说过。别走，别丢下我不管。晶晶啊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你还年轻，你有大好的将来。听我一句，将来找一个对的人，谈一场健康的恋爱。别再来找我了。进货到了啊！来，哎，不错。哎，这些不是厂里的衣服吗？是啊。那这属于厂里的公共财产，你们怎么能拿出来当街卖呢？就知道会遇上你这种人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厂长批过的，祝融也是花了钱的，这叫帮厂里处理下次滞销产品。我还等着年底拿奖金呢。哎，这件多少钱啊？啊，这边啊，30，你看怎么样？30啊？啊，可以。这个衬的肯定人特别好看。就这2件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2件是吧？这个。啊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啊，好的。那麻烦帮我包起来。哎，怎么？眼红啦？别眼红这些。哎呀，家里后院都着火了，你还有闲工夫出来溜达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后院起火呀？哎呀，这事儿吧，舒荣不让我告诉你。你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那是你让我说的啊。说，你要这些天的没事儿，就去舞厅里看看吧，会有收获。我们这儿好多都是新款，你看这个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好的，这个让我决定点吧，这个哈。好吧，我这算41件，这个2件80块钱，怎么样？好吧。
睡啊？等你呢。啊。你今天晚上跟谁一块回来的呀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你不认识。你的朋友我都认识，要是我不认识的，我还挺想认识的。谁呀？啊？她叫晶晶，一个常来舞厅玩的女孩，舞蹈学院的。你要是挺想认识，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。你还真是坦白从宽呢。啊？你不要以为现在装作一副清清白白的样子，我就相信你们俩之间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要真是没什么事儿，你们俩会那么亲密的走在一块儿啊？啊？那么亲密的走在一块儿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了，不会再有了。你只需要相信我就够了。那好，你发誓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。哎，还是不敢发誓是吧？你就是晶晶啊？我是啊。我就是齐伟的妻子。我来找你是为了什么？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我就是想当面的告诉你，不要总惦记着别人家的老公，那是别人家的，不是你的。你们的故事齐伟都告诉我了，就是昨天晚上你看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告诉我的。他告诉我你们的故事，就是为了让我知道他是不会离开你的，让我知难而退。我都明白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比电影里还有震撼的爱情故事，就发生在现实生活中。我也明白了我自己的分量，在你们的爱情面前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齐伟，他昨天晚上真是这么跟你说的吗？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什么特殊的日子都不是，就是我特别高兴的日子。你不生气了？哎，你手上拿的什么呀？惹你生气了，买样东西讨好你。那我也得看看是什么。那天你停下来看的，我看见了，我知道你喜欢的。你真是的，花这冤枉钱，这得多贵啊！喜欢吗？特别喜欢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司机好看还是人好看？人更好看。你觉不觉得老夫老妻了，你突然夸我，我都觉得有点受不了。真挺好看的啊！你还看傻了？吃饭吃饭。我就不做了。那个齐伟，咱上外边说去。有事儿啊？啊。行。行什么呀？有事就在家里说呗，还把我当外人了。你说吧。哎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来借点钱。多少
3万。新梅，你去给子博拿。谢谢。哥，你借钱干嘛呀？新梅，你就甭问了，我借钱肯定是有急用。哎，我知道，这钱又不是个小数目，问问总行吗？啊？新梅啊，子博要用钱，肯定有他的用处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。我不问，我也知道他帮谁借钱。我哥只会为一个人的事儿这么着急，为他借钱还必须背着我，那这个人就得是牛淑荣了呗。我猜对了吧？新梅，我实在是没辙了才来找你们。那淑荣确实遇到难处了，天儿这么冷，根本就没生意。现在看着个商铺，钱又不够，我真是借了一圈了，我也没借着。我这要不是没办法了，真不来找你们。赵子博，你能不能清醒点啊？牛淑荣有难处了，你就背着我偷偷找齐伟借钱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你弦还不够乱吗？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哥？我一猜就是，让你知道了肯定不借。我当然不借了，我见谁都不会借给他。好，你们都不借，那淑荣怎么办？就眼看着淑荣就垮了，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谁把他往火坑里推了？是他自己当初犯了错误，自己觉得没脸才从厂里出来的，这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新梅，我知道你们俩有过节，我这要不是谁家都没接上，我犯得上来找你吗？哥，还是那句话，不借。不过我都快被你感动坏了。患难见真情，牛淑荣遇着难处了，这关键时刻啊，还真能看得出哪个男人对她是真心真意的。齐伟，你帮我去。子博，你在这儿别说，问问去吧。曲伟，你要是后悔了还来得及，我愿意把钱借给牛淑荣。不会，我怎么会后悔呢？你都已经做了决定了，那我就无条件支持啊！你放心，你说不借就不借啊。新梅啊，就算你跟全世界作对，我也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。是他们都跟我为敌。不对，是他们不对。放心吧，这个就说好了啊。合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都觉得特别好。那就好。来了，这租下来了。租下来了，合同我都签了，你看看。你们住在这边啊，算你们很有眼光。之前的服装店也发达了，现在搬到大商场里面去了，所以你以后不要担心你发不了财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打我电话。哎，好，好，拜拜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老板。淑荣，这钱哪儿来的？不是你给我的吗？我没有啊。一大早于老三就来了，说是你管他借的钱呀。不是，我压根儿就没找老三，我接了一圈也没接上，我这正发愁怎么跟你说呢。不会吧？应该是齐伟。不是，淑荣是这样跟我说。你等会儿。齐伟，这钱是齐伟的，他怎么知道我要用钱？淑荣，这怎么说呢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就想到齐伟了，然后我去他们家找他吧，新梅也在，反正当时是没借，我还特别埋怨他怎么不帮忙，那看来是我错怪他了。
他肯定事后去找的老三。这钱你拿回去吧。淑荣，别，你听我说，借钱特别难，而且齐伟也出于好心，就别犯绝。我当初离开厂子，就是不想跟赵新梅还有他再有任何瓜葛。就算我这个店开不了了，我也不会用他的钱。拿回去吧。淑荣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妈没同意给你拿钱啊？我没开口。那为什么呀？你没有看到我爸，他都病成那样了，我妈还要每天照顾他，已经很吃力了。我为人子女的，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享清福，还要跟他们开口要钱。我开不了这个口。我明白，淑荣。哎，你说现在这钱这事儿这么困难重重的，要我说，暂时先放下，先不干了。凭什么不干？我再不赌一把，这辈子就真的没有指望了。行，你有信心是好事，我得想办法帮你筹钱啊。钱我有着落。怎么着落？我还有一套房子，就是跟齐伟结婚的那一套，我拿去抵押就能钱了。淑荣，这房子是你最后的保证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难道我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？淑荣，你想过，万一这生意要没做成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我这样总比抱着房子混吃等死要好吧？我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我还怕什么？我一定要再赌一把，我要赌一把，就算是输，我也忍。赶紧巴结巴结牛淑荣。是，那必须买2件，支持啊！行了，你们能来我特别高兴，快进去看看，看啥送你们啊！哎，好真的！大家都来看一下新店开张啊！哇，眼光可以啊，好气派哦！随便看看，随便看对啊，哎，你看这么大方呀啊，要送给我啊？看上几件我送你几件，真的！哎，董芳，你真好意思啊！淑荣刚刚开张不容易，你还贪便宜上瘾了你？我就随便说说。哎，赵新梅呢？怎么没来？谁知道啊？她说中午有事儿。有事儿？我看呐，她是看我们淑荣这生意做大了，她嫉妒。挑不挑？不挑就不送了。挑。哎，你要给钱啊？这件好看啊！看，老三肯定喜欢呀。他懂什么呀？那我试试去啊！看去。哎，我今天路过牛淑荣的店了，还挺热闹的。那他是把房子抵押了，贷的款。那要是他店里生意不好的话，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？那不过怎么说，也是自己的生意，自己当老板，挺好的。
说实话，我还挺羡慕他的。你是真这么想吗？嗯。媳妇儿，咱不羡慕他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自己一个人跑前跑后的。我不希望你那么辛苦，咱就不这么做了。他有服装店了，你有我。对呀，我有你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开心过，幸福过。现在有了你，我的日子过得比梨还甜。没出息，以后会更好的。嗯。不过我也知道，牛世荣挺可怜的，一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。这2天我要是有空呢，我就去他的新店买几件衣服吧，支持一下他。好。欢迎光临啊！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这儿当然是来买衣服的了，不过因为是你在这儿，我就以为这是菜市场的。放什么屁呢？董芳，别说了，干活吧。哎，淑荣啊，这件衣服多少钱啊？我真的不是来找茬的，我是真心诚意过来买衣服的。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毕竟是齐城南的妈，就算齐伟不管你啊，我也应该过来帮衬一下你。那我先谢谢你了，不过还真不需要你来照顾我的生意。哟，我说呢，今儿刮的什么风啊？这赵新梅居然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呐！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是来看热闹啊，还是来秀恩爱呀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感情上的胜利者，到牛淑荣这儿来找自信了啊？哼，他可怜淑荣，我告诉你，根本用不着。装什么贤良淑德，装不像。我在这跟牛淑荣说话呢，关你屁事儿啊！啊，好心当驴肝肺是吧？哼。就关我屁事儿了！哎，你以为你们家齐伟这对你一心一意的呀？哎，我怎么记得好像不久前你们家齐伟问我们家老三借了3万块钱呢？哎，他那借那钱是干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是给我们淑荣开店用的。哎，就是我们淑荣有骨气，他死活不要，还自己抵押了房子开了这个店。怎么着？自己的屁股没有擦干净，还到外面来嘚瑟，不嫌丢人呐？你胡说八道，这不可能！不信啊？你问淑荣啊。牛淑荣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说你们衣服是在哪儿买的？就那小牛服饰店，建新路上，还是齐伟推荐给我的呢。他没跟你说吗？哎，新梅姐，那件衣服真的超棒，我们一块儿去逛逛吧。好啊，下回我们一块儿去。怎么回事？
知道，他问我这衣服哪儿买的，我就告诉他了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哎呀，你说的挺好。哎，行了，哎呀，这么点小事至于的吗？什么叫小事啊？你骗我这件事叫小事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，我不想再被你们一群人合起伙来骗我，把我当傻子耍。没有人耍你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该瞒着你，但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？秦月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跟我说一句真话吧。你是真的爱我的吗？你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一辈子的吗？我当然是真的，我肯定是真的。我也以为是真的。你会把买香烟的钱存下来给我买司机，我不让你做的事情你绝对不去做。子博跟咱们借钱，你怕我生气，你也不借给他。可是这些都是骗人的，你瞒着我，偷偷的让于老三把钱给了舒荣，你让董芳当着舒荣的面来笑话我。秦薇，你说过的，就算我和全世界为敌，你都会站在我这边的。可是为什么每次我跟牛淑荣在一起的时候，你都会站在他那一边啊？我跟牛淑荣争了一辈子了，我每次都输，每次都输。我以为我跟你结婚了就不用再争了，我们就一辈子在一起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齐伟，这次我是不是又输了呀？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了？我是不是要失去你了？我保证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和牛淑荣有任何来往。新梅，舞厅我不开了，我跟这一切都不会再有关系。新梅，在任何人和你之间，我站在你这一边。这是最后一次了吧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别再骗我了。
新梅，你哥出事了。他出什么事儿？你不知道，单位打电话过来说装空调从2楼掉下来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欢迎光临。你还有脸在这开店挣钱呀？你牛淑荣！我开店当然是为了赚钱啊！你别没事找事啊！我找事儿？你赚多少钱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你拿我哥的命赚钱，这就是不行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，赵新梅？我哥为了你，摔伤了腿，躺在家里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你呢？你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就在这好好开店是吧你？你说什么？他把腿摔断了？你装什么蒜呢？不是你大半夜的叫他去给你装空调，他能摔着吗？好在这次是2楼，要是再高点，我告诉你牛淑荣，你现在没法好好站在我面前说话。子博哥，他严重吗？你现在假惺惺的关心他了，这么多年来，你至始至终关心过他吗？他为了你，不去相亲，不去找对象，不去结婚，他为了你事业都荒废了，现在还为你受了伤。我爸一把年纪了，现在还得照顾他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还有良心吗你？我哥为了你掏心掏肺的，你为他呢？你为他着想过吗？你为他做过任何一件事情吗？刘淑荣，讲到自私，在我哥这件事情上，真没人能赢得了你。你厉害！赵叔，子博哥他在家吗？哎，在呢，在屋里呢。我上去了啊。哎，去吧。行，我就不照顾你了啊。你忙。子博哥。进。哎呦，淑荣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哎，你这过来店里有人看吧？你就别为我的事操心了。腿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好了，这都轻微骨裂，都能走路了。没事就好。那行，你起来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跟我来了就知道了。走。神神秘秘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不用这边行。牛总，你们先看着。辛苦，去忙。这里做你的电脑店怎么样？你对硬件熟悉，对软件也了解，我想这里对你而言再合适不过了。给我的。租金方面你不用担心，钱已经付过了，合同也签好了。你只要在这里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就可以。淑荣，这我不能接受，我不用你这么帮我。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求你帮我一次，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吧。我已经亏欠你太多。你的体检报告。那你什么血型啊 ？B 型。人家说 B 型人最开朗了。哎，你是什么血型我 O 型的。哦。哎，你爸妈什么血型？
都是 A 型吧？怎么了？不可能，2个 A 型血的人生不出 B 型血的孩子。怎么生不出？你看我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不是你爸妈亲生的。你才不是你爸妈亲生的呢。真的，不信你去问老师去。那就是给我验错了血型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我爸妈亲生的。你吃够了？晚上就吃这个啊？你就凑合着吃吧，就快没得吃了。知道遇上什么烦心事了吗？我想辞职。为什么？现在厂里效益不好，工资都快发不出来。我倒不如学别人，去下海。反正我赵新梅脑子也不笨，对吧？我一言不死。也好。要不，咱们也开个服装店，可能比淑荣还更厉害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比淑荣还厉害？意思就是牛淑荣她很厉害，她很牛喽。我就是不行喽，我就是比不上她，对吧？还学她开服装店。看你说的，我就是一句玩笑话，你一点都不好笑。我要是真下岗了，你笑得出来啊？你笑一个我看看。哎呀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。这玩意儿太没营养。不用买了，我也吃不下，你就别出去了。妈，饭在桌上，你吃吧。在姑姑那儿吃过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嫌妈妈做的饭菜现在入不了你的口了啊？姑姑家山珍海味什么都有啊，你就爱去。你们一个两个的都胳膊肘往外拐啊！好啊，你觉得姑姑家好，你就去他们家吃，去他们家住，给他当乖儿子。你妈我没这福气。妈，你是不是后悔要我了？你行了啊，你别烦我了。你刚刚说的是赌气还是真的呀？你别吓我呀！牛铮，讲话呀，牛铮！我在这个家里就是多余的，这个世界上我都是多余的。我亲爸亲妈不要我，没人要我，我还死赖在家里干什么？你别这么想啊！要走，咱俩一起走。什么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我说，咱俩一起走。老师您好，我是齐胜男的家长，您说孩子他怎么了？哦，齐胜男和牛铮今天就没来上课，也没请假。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直以为他在学校呢。是吗？先走了，老师。胜男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牛铮在吗？不在。哎，你们把牛铮怎么了？啊！别嚷，有事慢慢说。牛铮是我的孙子，他是我的心头肉。
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要是能照顾就照顾，照顾不了你们就送到这儿来，我们2个人照顾。哎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您别着急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今天牛征啊，他没去上课，完后回了家，我们俩又没见着他，所以我们就想是不是他回这儿来了。你们把他怎么了？你是骂他了还是打他了啊？你少说2句吧啊！赶紧去找孩子，去叔叔家看看去。妈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盛南、牛征他们离家出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？牛征今天问我一件事儿，可是我觉得他好像知道了。他知道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他问我是不是你亲生的。牛淑荣，你太过分了吧你！你是见不得我赵鑫梅有半天安生日子过是吧？你恨我就好了啊！你对我儿子下什么手啊？要是牛征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，你别嚷嚷了。不是你这孩子，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啊？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，孩子啊？行了，咱现在不要再去分什么权责了，这样，咱们分开头找孩子，好吧？啊，对，说的对，赶紧找孩子，去找我孙子呀！哎呀，找我孙子，快点啊！你去找我孙子去！好，我去找你。停了，孙子呀！别说行，我去找啊，妈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找我孙子！知道了，去找去了。盛南，你说咱爸妈现在干什么呢？他们会来找咱们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会吧。你爸妈肯定会，我妈可能都不知道我出来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要后悔的话，咱们回去。我没后悔，走，咱走快点。嗨，你们是谁啊？干什么来的？真逗，第一次看见美女保护男的，这叫什么？美女救英雄。得了吧，什么美女救英雄？我看是狗熊才对。对，美女救狗熊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爸妈可就来了，你们注意点。爸妈，上吧，上。走。啊！牛征，哎，那好像有个人。啊！牛征，牛征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让妈看看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大手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吗？你怎么搞的啊？其实我没事儿，盛楠在那边，你赶紧过去。盛楠，盛楠，啊！哎，你别去了，你爸去了没事的啊。你怎么伤的你啊？妈，我没事。你也知道疼啊？你答应吗？以后不许一声不吭的走了啊！知道了，妈。牛征，你怎么了？你还有脸？这不都是你害的吗？盛楠呢？你们不是在一起吗？盛楠都是因为我被2个流氓拖走了。往哪边去了？要干嘛？齐伟！
傻子，你吓死妈了！以后不可以这样，知不知道？妈妈，我错了。你瞎跑什么？你们伤到哪儿啊？没有。其实我挺感谢那2个人的。我觉得现在跟做梦一样，我们一家人都团聚了。要是回了家，爸妈就走了。盛楠，你没事吧？齐伟啊，孩子们没什么大碍就好，你也该回家了。